八爪鱼的腿上长有8颗大脑，你们知道吗？一会儿和小伙伴们咬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郭频道。今天在市场上偶遇一条2斤重的八爪鱼，哎呦，哎呀妈，哎，来看看，一共2条啊，我立马给把这摸出来，哎呀，我立马就给提来了。一会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啊。哎呦，这吸力老强了啊！这转不动。我去，来，过瘾吧？吞没了，下来。我的第1期视频呢，我讲过一个短腿的就这种小短腿八爪鱼。今天呢，咱们来解剖这个长腿的，看看有什么不一样。都说八爪鱼爆头，这个视频让你们看看，所谓的头都有啥，有没有不能吃的地方？八爪鱼属章鱼里面的蛏科，海边人称为拔蛏或拔带。八爪鱼分2种，一种是长腿的，一种是短腿的。像这只2斤重的长腿八爪鱼实属罕见。从外貌提升上来看，这个腿和章鱼比起来细而且长，表皮同样有感光色素细胞，但是变色能力不及章鱼。八爪鱼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生物，智商相当于3岁小孩，拥有9颗大脑、3颗心脏和2个胃囊。他的大脑在2眼之间，先去寸，准备手术。眼珠子抠掉，非常的腥，不能吃。打开天灵盖，我的马雷，看见没？有一个像小球球一样的东西，就是他的主大脑，是真正的脑瓜仁，有着思考和记忆系统。剩下的8颗在每个腿上，此处会有神经节，这个神经节就是他的副大脑。副大脑只有记忆功能，每条腿上都有一条神经管与大脑相连。注意看，这就是八爪鱼的神经。来，有多少人是第一次见过这条完整神经的？出来打卡。整个神经系统加起来由5亿颗神经元组成，绝对是个多线程9核处理器。腿上这个吸盘的吸力可轻松的将一个贝壳撬开。重点来了，即便是将腿斩断，腿和吸盘上的神经元5个小时内是不会死亡的。你要是生吃了它，嚼不烂，就会粘住你的嗓子眼儿，建议不生吃。往这儿看，很多人把这个部位当成了它的菊花小屁屁，其实不是的，这是它的嘴，里面长有2颗大板牙，牙被外面的口球包围，在口球上长有一对唾液腺，具有麻痹食物的功能。大名鼎鼎的蓝环章鱼的毒液就在唾液腺里面，谁要想吃这个口球，就要拔牙去腺。下面咱看一下腹部，剪开外套膜，这就是八爪鱼的内部全貌。这个部位就是漏斗，和墨鱼的区别就是没有锁，所以形成不了压力，它尤其涌来就会很慢。这个漏斗口兼具着呼吸口、排水口、进水口、生殖口、排泄口、喷墨口6口合一，1口多用，同时还有一个调节方向的功能。2个白色的部位是它的鳃，呼吸和过滤海水用的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鳃旁边2个紫色的部位是它的鳃心脏，同时也是它的大腰子，也就是肾脏。一心2用。大寒之物不能吃。黄色的部位是它的肝胰腺，如果是活的八爪鱼是可以吃的。看这里，这是它的血囊，里面的透明液体就是它的血液，血液中含有血蓝蛋白，在没有捅破之前隔绝的氧气是透明的，一旦被捅破，流出来与空气中的氧气结合，就会在10秒钟内迅速变成蓝色。来，大家一起来见证奇克的时机。看，哇蓝哇蓝的，这个大白球就是它的卵巢，也就是大米，连接着一对输卵管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大米，我给它挤出来给你们解压，像不像大柚子？熟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，精华所在，嘎嘎香。如果是公的，这块就是精巢，注意看，精包找到了。未成熟的精包会在精巢里发育，发育成熟了就会一个一个的排出来。那它是怎么排出来的？那就得靠它的加油腔。加油腔在哪儿？看这里，这是2条八爪鱼，下面的是母的，上面的是公的。母的上属第3条腿很长，而且末梢长有吸盘，是正常的，这就是母八爪鱼。咱再看公的，发现没？它的左腿有毛病，一条腿短，而且这个腿的末梢没有吸盘，长了一个开口的小铲子，这就是它的加油腔。精包就是由它运输的，这回明白了吧？这个黑色的东西是它的墨囊，也是它的防身武器。当遇到一条大鱼要逮它的时候，
候，他自个儿寻思了一下，我勒个去，这我也笑不过他呀。这时候墨囊就会一使劲儿，不，墨就会顺着喷墨管从喷墨口滋溜甩出去一杆子墨，吧唧糊在那个鱼的2个大眼珠子上，八爪鱼就揉一下的躲在了一个石头缝里，开始伪装抽巴成一个球。这时大鱼的眼前乌黢麻黑，自己一寻思，这是个什么鬼？咋还会放毒呢？得了，我还是溜吧。哎，墨就是这么用的。好了，书归正传，这个螺旋状的东西叫盲囊，与胃囊相通，起到一个辅助消化的作用。这个黄色的部位就是它的肝脏，如果不怕腥的话，你就照吧。这是八爪鱼的胃囊，它有2个胃，第一个胃靠近头部进行食物初加工，剩下的硬物进入到下一个胃，这个胃像鸡胗根似的进行2次细加工。胃囊含有泥沙，不能吃。第3颗心脏找到了，连着着一条主动脉，心脏乃大寒之物，不能吃。重点来了，八爪鱼主脑会梗，咬不动，怎么解决呢？来，我教你，像我这样拎起头部，你有多大力你就用多大力，就这样天地甩，摔到腿增长1倍时，静脉便会断裂，再煮就不梗了。此处能否有3连支持呀？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就是难得一见的纯正的大连野生刺参，那么它和养殖海参到底该如何区分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这期视频的货老赶了啊，绝对是值得你们永久珍藏的视频。海参每个人都爱吃，但是纯正的野生的海参，估计每个人都没吃过。那么如何区分养殖海参和野生海参，在你们的印象里边应该是很模糊的。所谓的野生海参呐，就是人工将海参苗投放到大海里面，几年以后捕参员就会穿着重潜的型套潜入到海底，完了进行捕捞。就是这样的海参几乎都很难买到。那么想见到纯正的无人干预的大连野生刺参，那实属罕见，那只能是碰碰运气了。偶尔呢，渔船在拖网深海作业的时候也就会碰到那么1-2根，巧了，我赶上了。来，我就带你们认识认识纯正的野生海参到底是长啥样。我左边的2根是野生的，右边的这根是养殖的，看3个特征就能区分出来。一看颜色，野生海参的生长环境多样，身体的颜色也丰富多彩。你看，有紫色的、黄色的，还有褐色的、绿色的、黑色的、白色的等等。这个紫色的应该是全网唯一的一根。来，有谁是第一次见到紫色海参的？打卡，我看看有多少人。养殖参一般都为深褐色。2看刺儿，野生海参的刺儿粗壮很圆，刺尖为白色，已经钝化，呈倒三角形，大刺之间分布着许多的小刺。养殖的仅能看到大刺，而且这个刺很长很尖。3看底足，野生海参的底足发达多而密实，而养殖的因为投喂饲料食物充足，吃饱了就不爱运动，所以这个腿就很稀疏。重点来了，那么成品的海参应该如何去区分养殖和野生呢？来看这里，这就是养殖参做出来的成品，这个刺还是很尖的啊。咱们再看看野生的，倒三角白头，这就是野生海参的主要特征。记住以上几个特征，恭喜您，您就是选参高手了。有想看解剖、处理和海参加工方法的，请看我以前的视频，有详解。这期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桃花虾被誉为渤海湾的开春第一鲜，来，有多少人吃过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郭频道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讲一期没有人不爱吃的渤海湾开春第一鲜——桃花虾。吃过的人无不称赞叫绝。完了，解答大家对吃虾的2大疑惑啊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为什么叫桃花虾啊？第二个呢，就是说，为什么现在买的这个虾全是带籽儿的啊？公的哪去了？雌虾学名锦腹褐虾。属冷水洄游性虾类，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这个虾就是非常的肥美，也因此虾的颜色酷似桃花，故称之为桃花虾。每当这个季节，母虾就会从远海聚集性的洄游到近海开始产卵，渔民也会趁此时开始捕捞，所以呢很难看到公虾啊。咱们呢今天就好好的盘一盘这个桃花虾。我们能看到的桃花虾都是身穿红色花衣，
那是它离开水面缺氧了，在水里面它是青色的，它的头部是透明的，我们能清楚的看到黑色的胃囊和黄色的黄。仔细看它的下腔，非常的锋利，而且还撅撅着，上下一共长有22个锯齿，虾尾也是带刺儿的。很多人以为桃花虾没有虾钳，那你就错了，平时它都藏在嘎叽窝里，只有捕食的时候它才出来。放大一看，长得还是很凶猛的。这是它部足上的角，同样也长有倒刺。这是虾的复眼结构，你们可以数下有多少颗。桃花虾的精华所在，虾子。来，你们想不想看一看桃花虾的胚胎是什么样？来，我带你们看一看。这枚卵的胚胎已经形成，眼睛和腿可以清晰可见。这枚还没有发育成熟，好像还差点火候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虾肉，想不到天下竟有如此娇嫩的虾肉，看着就想逮一口。腹部的这条线是它的中枢神经线，桃花虾的虾线非常的干净，几乎没有泥沙，所以生呛就是它最好的做法，没有之一。下面我就把这道锅式生呛虾分享给大家，赶紧收藏保留。准备切好的葱姜蒜香菜青红辣椒圈，一把花椒粒，还有一个八角，倒入大碗中，调味加入1品鲜酱油、陈醋、82年的黄酒、1小勺盐、1大勺糖，记录生呛灵魂辣根儿。收集前如果有松泡的就不要放了。最后倒入洗好的桃花虾，咯楞咯楞剥壳，开始试吃。开始试吃了啊！海边人啊都是生吃螃蟹活吃虾，对此大鲜之物啊，我呢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了啊，咱就照就完了。来，粉丝先来。吃的时候啊，这个脑袋别扔啊，这个脑袋里面有黄啊，就这点精华啊。吃的时候啊，先把这个脑袋一揪，看见没？这里面是黄啊，里面那个是虾味，虾味不能吃啊。然后这么一抿，哎，看见没？一点都不浪费啊。完了，把这块是虾腮嘛，还有这腿儿，哎，你这么一把就下来了。最后呢，你拿着这个虾尾，看见没？连籽儿带肉，哎，你就这么一嗦了啊，一抿，哎，这皮儿就出来了啊！哇，口感是鲜甜嫩，非常清爽啊！里面那个籽儿啊，你一咬，啪爆浆啊，可好玩了，绝对比龙虾好吃100倍啊！做总结啊，你们千万别尝试啊，吃过一次它就有无数次啊，我怕你们上瘾啊！好了，这期啊咱们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3连啊！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